最近2场重磅会议接连召开，12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2月1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。会后的官方通稿里面说了一大堆，但其实核心就一句话：实施更加有力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。说白了，就是要开动印钞机了。这可有意思了。众所周知，最高领导人一直看不上温家宝时代的4万亿大水漫灌。当年温家宝的4万亿可不是真实数字，加上地方配套，实际放水规模超过了40万亿。这些年来，中央一直标榜不走这条老路，不搞大水漫灌，结果呢，被现实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为什么说上面被迫认栽了？咱们来看看几组数据。从房地产数据来看，11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中有49个城市的新建商品房价格环比下跌，一线城市房价跌幅尤为惊人。深圳某楼盘从每平米12万直接腰斩到3万。中国断供房更是突破了500万套，银行因为消化不了，不得不暂停接受法拍房。房企情况同样不乐观，今年1至11月份，中国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暴跌 31.5%， 土地市场更是一片萧条。2、3线城市土拍几乎全部流拍，就连1线城市也只有国企在接盘，民企早就不敢碰了。就业市场同样令人担忧，青年失业率已经高得吓人。虽然官方数据说是 18.8%， 但市场预估实际失业率已经超过 40%， 应届生就业率可能只有 20% 至 30%。正如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所说，现在的中国社会是死气沉沉的年轻人、生无可恋的中年人和生机勃勃的老年人。这番一针见血的话一出，立即就被官方封杀。更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，整体规模已突破100万亿，很多地方连利息都还不上。以前还能靠卖地还债，但现在土地卖不动了，只能借新债还旧债，陷入了恶性循环。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，上面不得不改变立场。看到这些数据，中央能不认栽吗？但问题是，现在想学温家宝搞大水漫灌，条件都不具备了。2008年 GDP 才30万亿，4万亿占比 13%， 现在 GDP 126万亿，按同样比例要放16万亿。而且2008年地方政府还能用土地做抵押，现在呢，地方债已经100万亿了，土地也卖不动了，拿什么做抵押？更要命的是，这次放水很可能得放100万亿才够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地方政府光还债就不够用，而且是完全无抵押的放水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必然暴跌。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跌到 7.28 了，很多专家预计明年初会跌到 7.5， 到2025年可能突破8。这还是保守估计，如果局势失控，那就更惨了。事实上，国际市场已经开始用脚投票了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到 1.77%， 创历史新低，而美国同期国债收益率高达 4.33%， 两者差距超过 2.5个百分点，创下2011年以来最大差距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市场对中国经济彻底失去信心了。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说得很直白，投资者根本不相信他们最新的货币宽松政策能救得了中国经济。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说，中央现在是骑虎难下，不放水吧，经济继续崩溃，社会问题越来越多；放水吧，又找不到抵押物，只能无锚点印钱，这下场更惨。用一位网友的话说，就是改革开放前的闭关锁国，门是从里面锁的，钥匙在自己手里；现在的闭关锁国，门是从外面锁的，想开都开不了。看来2024年中国经济
真要开始过紧日子了。而且这个紧日子怕是要紧很多年。最近这一波社会问题可真是越闹越大。前几天，江西和湖南两地又爆发了大规模的讨薪冲突。在湖南郴州桂东县，讨薪民工跟防暴警察打出真火来了，农民工们拿着铁棍追着警察打，场面一度失控。在广西贺州中山县，农民工们干脆组织起来集体抗议，最后还真把血汗钱给要回来了。一位参与讨薪的农民工说得好，政府不给我们解决问题，那就只能自己解决了。对付土匪就要用土匪的办法，跪下只会当韭菜。你说这话说得多绝望，可不就是政府把老百姓逼到这个地步的吗？说到民生问题，最近有个数据让人细思极恐。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一番话可谓说到痛处，现在的中国社会是死气沉沉的年轻人、生无可恋的中年人和生机勃勃的老年人。这话一出，马上就被官方给封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说到痛处了呗。咱们来看看年轻人的就业情况。今年8月份，官方公布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是 18.8%， 这还是官方美化过的数据。市场预估，实际失业率可能已经突破 40%， 应届大学生就业率可能只有 20% 至 30%， 也就是说，每10个应届生有7个找不到工作。难怪最近社会上的恶性案件越来越多。你想啊，这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这么多农民工拿不到工资，经济一天不如一天，社会矛盾能不激化吗？有些人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只能铤而走险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年以来各地的官民冲突、警民对立事件频发。但让人寒心的是，对这些问题，中央根本就不想从根本上解决。就拿农民工讨薪来说，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总是年底闹讨薪潮？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完善的工资保障机制？为什么不严惩那些恶意欠薪的老板？说到底还是不作为。更让人绝望的是货币政策的变化。央行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承认要搞大水漫灌了，但是这谁往哪里灌？企业都快倒闭了，还怎么做生意？老百姓都没钱花了，还怎么消费？印再多钱，不还是进了一些人的口袋？有分析师说得好，现在中国救经济最后一条路就是印钱，但这不过是一种缓慢死亡的方式，因为一旦开始印钱，就会陷入恶性循环，印钱通胀，继续印钱，更大的通胀，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。2008年温家宝放的4万亿，到最后不还是老百姓买单了吗？放水越多，负债越多，负债越多就要放水越多，这不就是在往恶性通胀的深渊里跳吗？你看看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，会议罕见地承认要修改货币政策，要大力刺激国内消费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上面也知道现在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不得不放水就是了。但问题是，这种放水能救得了经济吗？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说得很直白，投资人根本不相信现在的货币宽松措施能提振经济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中国的经济问题根子在政治，但政治问题又没人敢碰，这不就是个死结吗？所以说，未来这几年，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过，失业率会继续攀升，社会问题会越来越多，而当局除了印钱之外，似乎也找不到别的办法了。眼看着中国经济这架车越开越偏，中央终于顶不住了，要重启大水漫灌模式。但问题是，这次放水的规模可能让人瞠目结舌。我们来算算这笔账。2008年 GDP 规模是30万亿，温家宝放4万亿，占比 13%。现在中国 GDP 已经到了126万亿，按同样比例算，
要放16万亿。但是这次放16万亿够吗？根本不够。因为2008年地方政府还能用土地抵押贷款，现在呢，地方债务已经100万亿了，土地卖不动了，靠什么来做抵押？有分析师估计，这次要真想救市，最少得放100万亿。为什么这么多？因为地方政府光还债就不够用，而且这次是完全无抵押的放水。没有抵押物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就是一场100万亿级的海啸即将来临。大家看看最新数据，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跌到历史新低的 1.77%， 而美国是 4.33%， 两者差距超过 2.5个百分点，创下2011年以来的最大差距。法国巴黎银行中国业务主管直接说，这就是美中脱钩的结果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很多专家预计中国国债收益率到2025年会继续跌到 1.5%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全球市场对中国经济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。你现在放再多水，投资者也不会进场了。再来看汇率市场，人民币已经跌到 7.28 了，很多专家预计明年会跌到 7.5， 到2025年可能突破8。而且有消息说，中央正在考虑在2025年让人民币继续贬值，为的是应对川普可能上台后的关税措施。这下有意思了，川普的亲信纳瓦罗已经放话，新一届财政部不会容忍中国操纵汇率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旦川普上台，贸易战、科技战、金融战可能会全面升级。所以2025年很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全面熄火的一年。因为到那时4个重要指标都会出现危机。第一，货币超发导致通胀失控。现在印100万亿，到时候可能就要印1000万亿了。大家还记得人民币前面要不要加个万的争议吗？到时候可能真得加了。第二，人民币汇率崩盘。如果真突破8，那就不是 7.5 到8这么简单的事了，可能一泻千里，变成新兴市场货币危机。第三，地方债务链彻底断裂。现在是100万亿，到2025年保守估计150万亿。到时候别说还债了，光发工资都成问题。第四，失业危机全面爆发。现在青年失业率 40% 就已经够高了，等经济真垮了，可能会到 50%、60%。到时候社会问题肯定会井喷式爆发。当然，在此之前的2024年，官方数据可能还会很好看， GDP 增速可能写个 4%、5%， 通胀率控制在 3% 以内，让一切看起来还过得去。但这就像是给将死之人打强心针，表面上精神了，内里却在加速衰竭。更糟的是，现在中国连救市的工具都没有了。以前放水，地方政府还能用土地抵押，现在土地卖不动了，只能玩空手道，这不是在自欺欺人吗？最后给大家指几个观察2024年经济的关键点。第一，关注中美贸易战的走向，特别是美国大选之后，如果川普上台，中国经济可能会迎来更大的外部冲击。第二，盯住通货膨胀，一旦开始大水漫灌，通胀压力就会显现。现在不要看 CPI， 要看 PPI， 那才是风向标。第三，看人民币汇率，如果真突破 7.5， 那就说明外资正在加速撤离，到时候可能就控制不住了。说到底，2024年的中国经济就像是在 ICU 的病人，需要靠输液维持生命。但这种维持能撑多久？到2025年，当所有药物都失效的时候，等待中国人的会是什么？恐怕到那时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，而是整个经济体系都面临崩溃的风险。而最可怕的是，普通老百姓又一次要为决策者的错误付出代价。